你来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是来找你的。你又来找我做什么？如果我说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相信如何？不相信又如何呢？从认识你到现在，我已经分不清你说的话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。只要你想听的，那句话就是真的；就算不是真的，我也会让它变成真的。这些话，你还是留着骗那些年少不经事的小姑娘吧。失陪了。公子爷，二少爷来电，大帅遇刺了，我们要赶紧回福原。事出紧急，从芝山到火车站的路上一定有人在监视。宋副官是从小路过来的，所以我们也骑马走小路。这骑马肯定比不上坐车，你就忍忍吧。放心吧，我忍得了。三少爷，小心点！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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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。三少爷！兰坡！这，三少爷，没事吧？三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谢你出手相救。客气了。这匹马向来温顺，可是偏偏为什么在我要回福远的路上，却发了疯？也许我猜到了什么。在马耳朵里面放虫子，虫子越钻越深，叮咬马耳，马自然痛痒难忍，难怪会发疯。这招好毒啊！这是谁干的？刚刚我们离开芝山别墅的时候，看到宋副官正在这匹马旁边，行为诡异。请问你在干嘛？潘先生，你在说什么？
兰坡，兰坡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把枪我似乎见过，驻扎在昌业的伏军用的都是这种枪。这个人会不会从抚远军中来？什么抚远军啊？天下间谁不知道抚远军是我二哥的？这把枪不过是那个宵小之辈仿造的罢了。他这样一死，倒是可以嫁祸给我二哥了。说吧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我想把你留在身边，好好调教一番，当我的亲兵。没想到你却想要杀我。公子爷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此人是谁的部下，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，不如带回去慢慢再审不迟。我在陆军士官学校倒是学了不少审人的办法，可以用在他身上，不怕他不开口。依我看，还是把他押回抚远，带给老爷子亲自审问。若真是二哥的人，也让家里看看，讨个公道。宋副官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是回抚远让老爷子审你，还是回去我们审你？还是你现在就说？我要单独和他聊聊。谢谢你救了兰坡。我救他也是为了你，不用谢我。这些话，你还是留着骗那个年少不经事的秦桑吧。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。我从来不用感情去欺骗我爱的人。那我应该怎么样？感谢你的厚爱吗？李望平，我总觉得你上山来是有所图谋。我是有所图谋，我图的是人，谋的是情。我要把过去错失掉的一切，全都弥补回来。希望这次我没有来迟。有些事情啊，迟一次就是迟一辈子。你自己图的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不用在这巧言令色的骗我。我已经嫁人了，我是易家的三少奶奶，重名节，重情义。已经不是当年被只字片语就骗去跟你私奔的秦桑了。我对你从来没说过半分假话，当年和你说的每一字每一句，都发自肺腑，出自真心。我说过带你去法国，去巴黎，我就托人在哥德弗洛伊大街找了房子，甚至已经找到了一份助手的工作。可是你没有来，这就是结果。我跪在雨中等你，外人看我出尽了洋相。你知道他们怎么说我吗？他们说，秦家的小姐不要脸面，要跟男人私奔，却被男人给抛弃了，是自作自受。在我最懦弱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这些年，我的心被撕成了碎片，人人践踏。我好不容易掸干净了泥土，把它补了回来。可是这时候你又回来说你要弥补，弥补什么？小桑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
是我看错人了。下山之后，你就赶紧离开这儿吧。我不想和你再有任何牵连。宋副官，我记得你是二哥身边的老人了吧？前些年中了一枪，伤口就在这儿。军医嫌伤患太多，专挑轻伤的治，把重伤的放在一边。二哥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派人拿枪指着那个军医的头给你做了手术，又当着全军的面毙了那个军医，还安置了死伤士兵的家属。三少爷，好记性，果然这几年你是在装傻。二哥虽然借此事在军中立威，让福远军为他安心效命，不过他救了你的命不假，你为什么要背叛他？我没有背叛二少爷。那你就告诉我，是谁派你来杀我的？是谁让你来离间我们兄弟二人之间的感情？杀你是我自作主张，不关二少爷的事。只有除掉你，二少爷才能稳坐江左。你想杀我，为什么还要上山救我？其实救你，才是二少爷的命令。既然我接受了命令，就要完成任务，完不成任务，那就是军人的耻辱，给二少爷脸上抹黑。哼，好一个忠肝义胆。宋副官，如果我把你押回福远军，让老爷子审你，你是打算实话实说，说你自作主张呢，还是想嫁祸给别人？既然你已经动了手，又和二哥有这样的关系，无论是不是二哥派你来杀我的，这个黑锅，二哥都替你背定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不想争什么一家的江山，也不想跟二哥撕破脸。不过这话跟你说了，你也不信。我敬你是条汉子，不过你的命不能留。自行了断吧。二少爷，我的大恩人，我老宋无能，没有杀了这个小杂种，连累了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二少爷，我先走一步。怕了？你为什么把枪给他？你不怕他打死你吗？上山你都不怕，现在下山怕了？上山时，我是拿自己的命做赌注，反倒不怕。如今慕容家输了，我赢了，要是出了什么变故，搅了这盘局，我自然害怕。三公子，我实在不明白，如果把他送回抚远城，自有易大帅审他，到时候一定会真相大白。为何你要让他死在这里？这岂不是死无对证？让他回到抚远城，不外乎就是两种说法。一种是受了二哥的指使刺杀我，另外一种就是为了二哥来杀我。虽然两者本质上有大不同，但是最终这个黑锅都得我二哥背。三公子的意思是，二公子是无辜的。我二哥不可能派人来杀我。至于他到底是不是为了我二哥而置我于死地，我看他也没说实话。此话怎讲？他如果真的忠于我二哥的话，
怎么会在死前喊我二哥的名字？这大声嚷嚷着，就是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我二哥想置我于死地。这明显就是拿我二哥当挡箭牌，保护真正的幕后黑手。现在山上的人不多，我还可以掌控局面，但是一旦回到了抚远，就算查出了幕后黑手，大家心中难免会种下一根刺，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。三公子说的极是。这番话，我可是对你推心置腹，你要替我保密。那是自然。现在宋副官人死了，我的马也死了。潘先生身手这么好，又救了我2次，不知道潘先生愿不愿意接替宋副官的职位，当我的新副官？多谢三公子。这件衣裳已经帮您缝补过5、6次了，平日里也不见您穿，拆了缝，缝了又拆，老爷这是折腾衣裳，还是折腾我呢？你说呢？我说，这件衣裳看起来有好多年了，老爷每年扔掉的衣裳，比这件新的没有10件也有8件了。怎么这件衣裳，却还是压在箱子里？就算坏了也不见换，只见补呢？这件衣服，是我年轻的时候，打仗之前一位故人送的。他说山里边冷，让我多穿件衣服，所以一直贴身穿着。那位故人，一定是位极漂亮的女子。你怎么知道？如果不是位极漂亮的女子，老爷你会这么想着她吗？恐怕早就忘了吧。漂不漂亮，和我几位太太相比，她并不出挑。可就是忘不掉，她现在走了这么多年，这件衣服我总舍不得扔。每次拿出来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当年上山打仗的时候，他送我时的眼神。那眼神能让人整个心都暖起来。今日我对老爷的印象又有些改观。原来见老爷总是与我调笑，以为老爷是个贪恋美色之人。今日看，老爷怀念故人的模样，发现老爷不仅贪恋美色，还贪恋人情。怀秀，等我100年之后，我的寿衣还由你来做。您慢点。前面马上就到方家店了，宋副官选的。
不知道还有什么凶险，三少爷另做打算吧。那放心吧，我知道有个人他一定会帮我们的。等你半天了，怎么才到呀？路上耽搁了一会儿。走吧，赶紧回家吧。上次还在说相识相知，未必不能相好，想不到这么快又和三少见面了。三少奶奶也在，我见过你。我知道。三少，你应该有事要和我说，不然我们借一步说话。潘公子，你带着小桑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跟闵小姐。三少爷最终还是藏不住锋芒，猛虎下山了。要不是慕容峰那个小子，本少爷还能再藏2年。现在在芝山上露了爪牙，很多人都知道了我易连凯是什么样的人。想必我做什么事情都有很多人在背后盯着我吧。其实收着爪子可以装无害，但是如果露过一次凶相，想要再装，那可就难了。当然了，与其一味退让，倒不如时常打磨利爪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闵小姐果然是个妙人。三少，你今天找我来，不是只是为了夸我是个妙人吧？今天来是想管闵小姐借一样东西。范先生在这里遇害，大家都应该清楚，方家店现在对我来说局势有多么的危险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闵小姐的脸。你就能看着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在外面装腔作势吗？这次没有闵红玉，下次还会有其他人。也不是头一回里去任职，每天都被人揉捏、欺负，回到家中就垂头丧气的。我母亲就说她不求上进。为了名声和地位，你母亲当真要对你和你的父亲如此刻薄吗？人一旦有了执念，就会把一切都置之于度外。母亲让我嫁给他，无非是想让我完成他未尽的心愿，让父亲重回政坛，飞黄腾达，让我们秦家不再任人玩弄于股掌之中。而现在，只盼着他能在一家的角逐中胜出。这样的话，如果他胜出，你完成了你母亲的夙愿，你会开始选择自己的人生吗？会。好，那我来帮他，帮他成为夫君的继承人。我帮他，也就是在帮你，帮你拥有选择的自由。无论你是否选择我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离开你了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一个失过约的人吗？你给我的那个帕子，我已经丢了。既然东西丢了，心也自然是丢了。就在你失约的那一天，锦桑，那天的事情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会完完整整的告诉你。
我一直都在心里。想要我的脸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但是，我有什么好处呢？大家都说闵小姐不是等闲之辈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想要什么尽管提。我要你在福远那座古宅。我们要走的是李重年的地盘，现在战事刚刚结束，他们的防守还比较松散。我们可以通过闵小姐的人脉过关，等他们反应过来，严加防守之后，想必我们就再也回不了福远了。赶紧走吧。包厢里有没有这个人？没有，说实话。真没有。走。哦。这些都是被放出去几个富商公子的资料，一共放出去4个，都在这里面了。我遇刺的消息放出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有什么动向？咱们福远军倒还算安分，只是有一个人最近的动向，确实有些多了。谁？李重年。有人说他去了成州，又有人说他去了方家店，更是有人说他去了江双喜的地盘。递上消息的人每一个都是言之凿凿，说是亲眼所见，所以我也分不清哪一个是真，哪一个是假。他不过是故布疑阵，掩盖他真正的目的。妹妹真是年轻漂亮，上次芝山一别，让人印象深刻。妹妹不止年轻漂亮，就连身上的味道也是清新脱俗。不过这味道，很像未出阁少女的味道。我自从嫁进易家以后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不像闵小姐，见多识广，经验丰富。妹妹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这女人要是有了男人之后，身上的味道可是会变的。堂堂三少奶奶，不会真的让我说中了吧？嫁到易家这么多年，你不会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夫人吧？闵小姐，话还是不要乱说的好。潘先生可得警惕着点儿，你要是睡着了，有人想对我不利，我岂不是任人宰割了？三公子对不住，虽然我们开在山道上，但这轿车舒服得很，开得平稳也不颠簸，就难免懈怠了一些。哼，这东洋难道没有轿车吗？这倒不是，只是我们在日本受训时出行都用军车，从未坐过轿车。今日体验了一番，才知道其中好处。难怪军阀和富商都喜欢坐轿车。要是车的话，那好说，等我回去之后送你一辆就是了。虽然我没有实权，但是银行里钱多。三公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用破费了。这过惯了苦日子，能享福的时候就要多享点福，以免哪一天掉了脑袋没享过福，这多亏得慌啊！我看三公子享福的日子还有很久。聪明人，会说话。三公子此时应该在想，本应该和闵小姐共坐同一辆车，软玉温香在怀，才不负这良辰美景。可惜只能和我同一辆车，两个大男人挤在一起，
公子爷心里也挺膈应的吧？这你就错了。和你共坐一辆车，是我故意让闵小姐这么安排的。我做这些，可都是为了你呀。哼哼。我爹死了，我爹就这样死了。颜渊，放心吧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们一家对不起你，这个仇我一定会报。走吧。你过来。外面搜查的这么严，我们怎么能过去？如果过不去的话，我干嘛要找闵小姐啊？闵小姐既然说能过得去，那我们就一定能过得去。此处是李重年和夫君交锋之地，三公子明目张胆地出现在这里，恐怕有些引人注意了。我当然知道了，不过现在我身边不是有潘公子来保护我吗？要是李重年的兵来了，我就派你去断后，怎么样？我是跟你说笑的，其实我是饿了，坐车坐了一天，下车吃口东西，伸伸腰，伸伸腿，松快松快。潘先生如果在三少身边待久了，就会知道，他这个人向来不按套路出牌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我可没你说的胆子，我要真那么大胆子的话，我就一路杀过去，干嘛还要仰仗女人呢？你没有一路杀过去，反而来找我，这不说明你胆子小，反而说明你心细。当今天下像三少这个样子，胆大是雷厉风行，心细的时候谨小慎微，大开大合、能屈能伸的人，已经为数不多了。为数不多，那我们就来数一数。潘公子，还记得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，跟我说江双喜和慕容峰都不足为患。那我问问你，李重年怎么样？依我看，三公子最该防的人就是李重年。多吃点吧，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过来了。放心吧，这车上都是我的朋友。不好意思，最近上头有命令，所有人都必须下车进行搜查。包括我？当然。这样吧，你挂个电话，看看谁敢搜我的人。挂给谁都没用。包括李大帅。我们李大帅现在已经休息了。相信我，挂个电话给他，否则我让你脱了这身军装。好的。哎，父亲，落子无悔啊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下棋心不静，破绽自然百出。你倒是比我稳得住。父亲心不静，是因为父亲是局中之人；我稳若泰山，那是因为我是局外人呐。你说，
老二和老三哪一个先回来？怎么，父亲，您不希望他们2个人一起回来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也希望他们能一起回来。中秋团圆，一家人和和睦睦、高高兴兴的，多好。可到了这个关节，我就是希望，无论他们做什么事，应该分出个高下。有了高下之分，这样舍弃另外一个的时候，也不至于愧疚和难过。少帅到。手这么凉，身体不舒服？没事儿。我爹曾经告诉我，如果知道他去世的消息，不能哭，只能忍。岳父尸骨未寒，父亲又生死未卜，一家这次恐怕是躲不过此难了。而我这次回来，这身上的责任只怕会更重啊。我爹曾经说过，高处的风光都是凶险的。一家称霸江左这么些年，有无数的人在虎视眈眈，这暗处的眼界都是躲不过的。烟雨，放心吧。不管这次幕后的黑手是谁，咱们一家绝对不会坐视不管。我一连神一定会为岳父他老人家报仇。我懂，要让我爹死得其所。三公子回来了，三少奶奶，大哥，爹怎么样？放心吧，爹没事，你们平安回来了就好。大嫂还好吗？我怎么能放心呢？你告诉我爹到底怎么样了？爹真的没事，你看大哥都轻松自若，你放心吧。啊，管家，哎，照顾好我的2位朋友。是，二位请。大哥，父亲怎么样？二弟，你们平安回来就好，放心吧，父亲他老人家无事。二哥，大哥一直陪在爹的身边，想必伤势不是很严重，咱们还是听大哥的吧。你还好意思说？如果不是你带着一帮狐朋狗友在芝山上吃喝玩乐，成军怎么会去围山？如果不是范先生担心你的安危，前去调停，怎么会在半路上被人刺杀了呢？别说了，好了，你们2个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样子，有什么话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好好的说呢？如今，二弟在前面打了漂亮仗，三弟又成功制退了慕容家的军队，而且你们都平安的回来了，这不是皆大欢喜吗？你们都听大哥的，有什么话进去再说。是。这是父亲特地为你们准备的接风宴，你们不吃，他老人家会不高兴的。来，先吃饭。大哥，父亲此次遇害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呐，尽管放心好了，父亲无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原本父亲想设计引诱出凶手，可是一连几天呢，凶手毫无动静，索性父亲就自编自导了一场凶杀。
想看看江左到底是谁存有异心。这么说，父亲真的没事儿？没事，放心了吧？来，先吃饭吧。来，燕云，范先生是我江左文胆，此次身陨，令我们万分哀痛。你也要节哀，不要伤了身子。弟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严惩凶手。燕云待我爹，感谢大哥。燕云身为女儿，不能为我爹报仇，已是不孝。究竟是谁害死的我爹？还请大哥替我做主。二嫂，这件事情都怪我。若不是我当日急着上山找兰坡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我倒是暗自庆幸，若不是我爹把护卫都派给了你，今天恐怕伤心的人是三弟吧？让二妹先冷静冷静，一会儿我会派人给她送饭去。那有劳大嫂了。啊，对了，此次父亲遇刺的消息一出，江左各方势力都在蠢蠢欲动。你们能这么快的赶回来，这一路之上还顺利吧？大哥、二哥有所不知，我骑马抄近路，路过了李重年的地盘，途中碰到了军队。还好我托的人有些关系，才不会被盘查。老三，不是二哥说你啊，你跟秦桑既然已经安全下了支山，就应该派人给我来封电报，然后到方家店火车站等我，咱们一块儿回来就好，何必要走这么一步险棋呢？骑马抄近路已经是命悬一线了，这要是坐火车，还指不定出什么乱子呢。三弟妹说的倒也是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咱们先好好吃饭吧。哎，燕云，别逼自己了。我爹就这么死了。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我连他最后一眼都没有见到。我爹的尸首什么时候才能找回来？你们为什么要拿他的死做文章？为什么不去找凶手？燕云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们一家对不起你。你可以打我，也可以骂我，就是别再这么折磨自己了。还有那个秦桑，为了他，我爹连命都没了。燕云，咱们易家的江山是岳父帮着父亲打下来的，如今岳父不在了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，都盯着咱们易家，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不能让江左乱了战局，也不能让江左乱了人心。报仇的事情，咱们得从长计议，所以委屈你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就是恨自己，
为什么那么任性？为什么非要去芝山找你？才会连累到范先生？有谁怪过你吗？从我们回来到现在，大哥和大嫂一直在说你有气魄、有胆量。可是，在二嫂眼里，我就是个祸害。如果当时我不是非要跟范先生一趟火车，他就不会把侍卫分给我了。如果有侍卫保护他，刺客就不会得手，范先生就不会。宋副官的事情你先别张扬，我认为不一定是二哥干的。二哥只会觉得你不想声张，下次下手会更狠。你给我记住了，我们兄弟之间只争抢不翻脸，我只想完成师父留给我的遗愿。还有，你不要整天都怂恿我去挑战我二哥。下次二哥要是再行刺你，我就去告诉他。够了，宋副官是私自行事，跟我二哥没关系，明白了吗？少帅到。坐吧，各位。少帅，你可回来了。范先生遇刺，紧接着就是大帅遇刺，可不妙啊！是啊，这局势真的不妙。那以李师长看，该如何应对啊？哈哈，少帅，您久处军中，带兵有方，这个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不过呢，这整个江左的政局啊，不是军队当中可比的。韩督军所言极是。那依您看，这政界的事宜，应该交由何人管理啊？鄙人不才，就来说一句：少帅年轻有为，颇有义帅当年的风范。但是现在，老帅安危未卜，再让少帅跟李重年、慕容晨，还有江双喜几个老家伙斗，私以为恐怕是在冒险。江左大局危在旦夕，现在再把大局交给少帅，鄙人认为不妥。鄙人代表大家站出来，大胆的谏言：少帅初出茅庐，老帅又安危未卜，不如我们另选先呢？各位意下如何？李师长，依您看，应当选谁？至于该选谁，那就要看在座的各位了。我呢，只是为了大局，大胆谏言。大胆谏言。我之前已经通报全军，升吕明轩旅长为第70师长，即刻上任。您凭什么在此谏言？你以为我其实就随随便便听你的不成？义帅不在了，你个黄毛小子，休想自己做主。领旨。在。念。是。第7师整肃完毕，全师上下团结一致，请二少爷调配。师长吕明轩。你试试！你干什么？来人！哎，少帅，别动！师长，把剑放下！看来大局已定。要我说呀，这抚远城尚算繁华，不如李叔多留几日。看来少帅是有备而来呀。兄弟们，咱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身上的枪伤比他见的枪杆子都多，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个黄毛小子任意宰割。说话呀！
不得无礼。云溪年轻，如此处事，各位叔伯心里一定不舒服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今天一定会给各位一个交代。来人，少帅，念。是。第一封，李师长，兹事体大，务必确认义帅生死。成州许某启。第二封，李师长，芝山布防意图相助甚大，必重筹。成州许某启。周督军，我军将于明日兵进福州，务必假意迎战。从年起。韩督军，明日将运洋枪50箱，乃薄酬。从年起。冯督军，22日将运送洋枪50箱。王八蛋！你再说一句！继续。从年起。李师长，大声点儿！你声音那么小，什么都听不见。继续念。已接获你军密谈，从年起。张师长，上月与豫州一战，实属虚晃。从年起。声音那么小，我啥都没听见。少帅啊，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回大帅，什么也没听见。你们听得见吗？没听见。你们呢？回大帅，听不见，我们什么都没听到，什么也没听见。坐下来。李师长，义帅，你跟了我10多年，劳苦功高，该休息休息了。这样吧，从明天开始当个省委员，你觉得如何？愿意，愿意，谢义帅。少帅，你有什么意见呢？听大帅的安排。那就这么决定了。好了，不打扰你们了，继续开会。燕云，回来就好了。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什么苦说出来，由我为你做主。范先生的事情，就是咱们一家的事情。感谢父亲为燕云做主。爹，范先生走得突然，大家都很难过。燕云，待会儿我带你去见你爹。爹，爹，中秋了，
老二这些年在南边打仗，燕云又忙着教书。老三自从娶了妻，在昌业待的时间也多了，就是不见回家。这次难得回来，多事之秋啊，一家人吃顿饭，很不容易。爹，只要您身体健健康康的，就是我们这些做小辈的福气。小时候，最怕的就是过节，总是觉得过节的时候，人的心就会停下来。这一停下来，就会害怕。可是这几年，老要盼着过节，看来年纪真的大了。是儿子们不孝，少不更事，没能为父亲分忧。不管是事情还是忧愁，都是自己找来的。又要呼风唤雨，又要家道安稳，哪有这种好事啊？不管怎么样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。以后，咱们都要长长久久的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爹在前平当司法次长，那个时候就怕爹不忙，只要不忙的时候，爹就要检查我背书的情况，难免挨爹一顿打。往后，我再也没有打过你了。那是因为爹下手太重了，我总躲着您。哎呀，我说老爷，这大过节的，你们男人怎么总聊这些这么沉闷，我们女人都听不懂的话题啊？我说呀，咱们一起敬一杯吧。今天是过节，老话怎么说？人月两全。哎，我们还可以玩猜谜的游戏啊！这去年范先生，我当时……爹，去吧。范先生不在了，说什么人月两圆？你别跪。范先生是兰坡的师傅，也就是我的师傅，我理应跪拜。你没这个资格。请二嫂不要怪罪秦桑。我现在对当日执意要跟范先生坐一趟火车，愧疚不已。恨不得把这条命赔给二嫂，也是应该的。但秦桑也感受过失去至亲的锥心之痛。当时家里突遭巨变，母亲一病不起，抱恨离世。但是二嫂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只有活着的人打起精神，才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。这就是你嫁给兰坡的原因。你打起精神想到易家来干什么？二嫂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
那就要问问你自己的心了。我问心无愧。当年，如果你不是一家的儿媳妇，你爹早就死在狱中了。兰坡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你不闻不问；芝山被围，你倒跑到山上去送死，你不就是为了博一个烈妇的名声吗？如果不是你拦下我爹的货车，我爹把护卫都派给你，他怎么会遇刺？你还说你问心无愧？二嫂说的对，我问心有愧，所以更应该在这里跪拜赎罪。我不要你在我爹面前跪拜赎罪，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爹面前，你给我走！二嫂，你走啊！